北京这次是真慌了，中美贸易战火烧眉毛 ，A 股市场已经成了重灾区。为了稳住一泻千里的股市，中国交易所直接祭出杀招，对冲基金、大型散户的股票净卖出被死死卡在每天5000万元人民币，换汇被严管，卖单被限额，这不就是关门打狗的老戏码？可笑的是，这假擀面杖子真能救市，还是又一次自欺欺人？就在昨天，上证指数暴跌7.5%，恒生指数崩盘10.2%，创业板更惨，直接摔了12%。沪深金30超3200只个股跌幅超过9%，整个市场血流成河。人民币汇率虽然被硬撑在7.33，但谁都知道这不过是遮羞布。再这么跌下去，3000点怕是要彻底失守。这场危机的导火索还得从中美贸易战说起。美国上周宣布，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从原来的水平直接飙到145%，这记重拳砸得中国出口企业满地找牙。北京当然不甘示弱，昨天宣布对美国商品加征125%的报复性关税。双方你来我往，贸易战已经从摩擦升级成了核爆级对抗。可这场大战的主战场却跑到了股市。根据路透社的独家爆料，中国交易所为了应对关税冲击引发的市场恐慌，已经开始对股市下铁腕令。4位知情人士透露，从本周初开始，上海和深圳交易所对对冲基金和大型散户设定了软性上限，每天净卖出额不得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，约合683万美元。如果谁敢顶风作案，交易账户可能直接被暂停。这事儿怎么操作的？消息人士称，交易所通过券商口头传达指令，根本不留书面把柄。2名券商内部人士向记者证实，交易所明确要求他们盯死大户和私募，一旦发现有人恶意抛售，立刻上报。路透社试图联系上交所和深交所求证，结果自然是吃了闭门羹。5000万元听起来不少，但对动辄几十亿规模的私募基金和大型散户来说，简直就是9牛1毛。我们来算一笔账，假设某只基金持有20亿元市值的股票，想在市场暴跌时清仓，按每天5000万的限额，得卖上40天。这期间，股价要是再跌个30%至40%，那损失可就不是1点半点了。更扎心的是，这5000万的限额还不是一成不变。据路透社拿到的内部通知，如果市场继续下行，这个上限可能进一步缩到3000万，甚至2000万。换句话说，北京这是摆明了要给股市锁死，不让资金跑路。可问题是，锁得住资金，锁得住人心吗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私募基金经理直言，这招就是饮鸩止渴。市场本来靠供需平衡，你硬不让人卖，短期可能稳住指数，但长期只会让恐慌情绪越攒越大。他还透露，现在很多机构都选择躺平，根本不敢加仓，市场流动性已经接近冰点。昨天的市场简直可以用血流成河来形容。开盘不到1小时，上证指数就直接跳水7%，午盘稍微喘了口气，尾盘又被一波抛售砸到7.5%的跌幅。恒生指数更惨，盘中一度跌破11%，收盘勉强拉回10.2%。创业板那边直接跌到姥姥家，12%的跌幅让一堆科技股归零。根据 Wind 数据，截至收盘，沪深金30共有3215只个股跌幅超过9%，其中600多只股票直接跌停，创下近3年单日跌停数量新高。医药、芯片、光伏、新能源车几乎没有哪个板块能独善其身。市场里还流传着一个段子，昨天 A 股的绿色比热带雨林还鲜艳。3000点，这个曾经被喊了无数次的政策底，如今已经摇摇欲坠。
就在上周，上证指数还在3100点附近苦苦支撑，昨天却直接失守3050点。业内人士预测，如果下周一再来一波抛售，跌破3000点，几乎是板上钉钉。再说说人民币汇率，表面上看，中国还在硬撑，昨天把汇率死死摁在 7.33 的水平。可谁都知道，这不过是央行在背后烧钱干预的结果。根据彭博社的数据，过去一周，央行通过国有银行在外汇市场净卖出了超2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，目的就是不让人民币破 7.5。但这种干预能撑多久？市场人士分析，145%的美国关税让中国出口企业的成本暴增，外汇收入大幅缩水，人民币贬值压力只会越来越大。一位外汇交易员私下透露，现在市场都在赌 7.5 肯定不是底，年中破8都不是没可能。为了稳住市场，北京这次是下了狠手，除了限制卖出的锁仓令，还祭出了一套救市组合拳。国家队扫货，中央汇金公司高调宣布增持股票，重点照顾银行、保险、能源等大盘股。据悉，汇金本周已经砸了600亿元入场，可看看昨天的盘面，效果实在有点拉胯。上市公司回购，至少60家 A 股公司宣布启动股份回购，涉及金额超250亿元。可问题是，不少公司本身就是泥菩萨过河，回购更像是给市场打鸡血。券商喊口号，各大券商齐刷刷表态维护市场稳定，甚至有券商公开号召抄底。但讽刺的是，券商自己的股价也没能幸免。昨天中信证券、国泰君安双双跌停。外汇严管，外汇管理局对企业和个人的换汇额度进一步收紧，单笔换汇超5万美元需要层层审批。这摆明了释放资本外流，可副作用是让市场信心雪上加霜。这些招数看着眼花缭乱，但效果却让人直摇头。有市场人士调侃，这不就是当年的假擀面杖子吗？喊得震天响，干得稀巴烂。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这场危机的狠劲儿，我们来摆点硬核数据。市场跌幅，据东方财富统计，4月11日 A 股总市值蒸发超 4.5 万亿元，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的 GDP。个股表现，3215只个股跌幅超 9%， 其中623只股票跌停，创下近3年单日跌停数量新高。资金流向，北向资金本周净流出超350亿元，创下今年最大单周流出纪录。散户亏损，据中登公司数据，截至4月11日，A 股散户人均亏损达 9.2 万元，相当于普通白领半年的收入。更要命的是，这场危机还引发了连锁反应，银行、券商、保险等金融板块全线崩盘，直接拖累了整个市场。尤其是中小银行，股价跌幅普遍超 15%， 市场甚至开始传言银行股要爆雷。回顾过去10年的 A 股历史，类似的政策就是并不少见。2015年的股灾，2018年的贸易战初期，北京每次都靠国家队入场限制卖出来硬撑指数。可结果呢？市场底往往比政策底晚到几个月，甚至几年。这次的情况可能更糟。中美贸易战已经从局部冲突升级成了全面对抗，145%的关税直接让中国出口企业断气。根据高盛的最新报告，受关税影响，中国对美出口可能在未来12个月内下降 35%， 涉及金额高达1800亿美元。这对本就疲软的 A 股来说，简直是雪上加霜。更麻烦的是，市场信心已经崩了。过去，散户还相信国家队能救市，现在连这点念想都没了。一位老股民直言，5000万限额有什么用？外资跑得比兔子还快，散户还不是当炮灰。眼下，
摆在当权者面前的是一道死局，继续锁仓，可能让市场流动性枯竭，变成僵尸盘；放开限制，又怕引发更猛烈的抛售潮。两难之下，3000点保卫战成了关键。市场人士预测，如果下周一市场继续暴跌，跌破3000点几乎不可避免。届时，北京可能会祭出更狠的招数，比如直接暂停交易，或者强制机构增持。但这些非常规手段无异于饮鸩止渴，短期有效，长期后患无穷。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，现在更是进退两难。抄底，风险高得吓人；割肉，限额政策又卡得死死的。一位投资顾问无奈表示，现在最好的策略就是装死，别折腾，熬过去再说。这场由中美贸易战引发的 A 股危机，表面看是关税冲击，深层却是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集中爆发。过去 A 股靠着政策红利和资金堆砌，创造了无数造富神话。可如今外部环境变了，内部问题也藏不住了。5000万的锁仓令不过是北京在危机面前的无奈之举。短期内它可能让指数暂时止血，但长期看，信心重建、产业升级才是治本之策。否则这波寒冬过去，还有下一波等着。